同学们，大家好，欢迎你回到朗学院，我是 Cici。今天我们继续来聊 rubato。关于键盘乐器上 rubato 的使用，如果从时期的划分上来说，巴洛克时期 rubato 的使用是相对更自由的，古典时期的 rubato 更少、更克制。你会发现，这个跟我们之前讲到的不同时期的风格是完全吻合的。巴洛克时期的审美讲究复杂性、戏剧性、装饰性，在键盘音乐里面的体现就对应到了很多即兴式的装饰音以及复调音乐。而到了古典时期，审美就偏向于更简洁明了的、更直白的表达。巴洛克时期的更复杂对应了 rubato 的更自由，而古典时期的更简洁对应了 rubato 的更节制。在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早期的音乐里，被普遍认同的 rubato 大多是我们上一节课时说到的第一种，也就是莫扎特在给父亲的信里曾经明确提到过的，右手旋律可以做弹性，但是左手的伴奏必须速度稳定。而到了贝多芬的中晚期时，这种更节制的 rubato 在钢琴作品里逐渐的往第二种过渡。所谓第二种的 rubato，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音乐整体速度的变化，不再分左手还是右手，而是音乐整体上做一个弹性的速度。贝多芬的学生费迪南德里斯曾经这样评价贝多芬的演奏，他会在保持严格的节拍的前提下，仍然有一些速度的弹性。他偶尔会加快速度，有时他也会在一个整体渐强的段落把速度渐慢，为了让音乐更美、更有感染力。总体来说，到了贝多芬晚期时，他的音乐更趋向于浪漫主义的表达， rubato 的使用也相对越来越多了。我们需要牢记 rubato 的使用是演奏者在基于正确风格把握的基础上进行的二次创作，所以作为演奏者，我们必须首先要知道一个时期的风格到底是什么风格，然后再来对某一首曲子的 rubato 进行一个细节的理解和处理。拿贝多芬来说，在他的音乐里 rubato 不论再多也不会太多，毕竟他仍然是处于古典时期到浪漫时期中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包括几周前当郎朗老师提到舒伯特时，他也有说到 rubato 是很克制的，因为舒伯特也恰巧和贝多芬一样处在古典时期到浪漫时期中间的过渡期，所以对于 rubato 的使用还是相对比较克制的。除了把握好一个时期的风格的大框架以外，也请你记得某一个曲子的某一处 rubato 的程度到底要做多少才合适，我们只能够有一个相对的范围，绝对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这也是为什么不同的钢琴家演奏同一首曲子时是完全不一样的诠释。音乐家们对于 rubato 的定义和理解也随着时代的推移一直在发展。那要说到对 rubato 的使用最多的浪漫时期，我们就不得不又回到那一位重要的代表肖邦，浪漫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以及钢琴家之一，也是钢琴音乐最重要的作曲家。我在之前的好几节课中都有用肖邦来作为例子，那现在我们来重点看一看 rubato 在肖邦的音乐里的使用。讲一个冷知识，肖邦的音乐虽然以 rubato 著称，但是他的钢琴上一直都摆放着一个节拍器。从他的学生所留下的文字记录，我们也可以得知，他在课上对学生的要求，其中一点就是要绝对的尊重节奏，不可以滥用 rubato，不可以有夸张的渐慢和拉长。事实上，肖邦虽然大量的使用 rubato， 但是他的 rubato 绝对不是毫无逻辑、滥用无度的。他的每一次渐快和渐慢都非常精确和小心，都是有背后情感表达的逻辑作为支撑的。换句话说，每一次我们做速度的弹性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用意。在你练琴的时候，你也不妨试试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的 rubato 处理是不是合理的？我能不能够给它进行一个解释？当别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加快？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渐慢？我能不能够回答得上来？别看我们现在演奏肖邦的音乐，rubato 几乎无处不在，但是算上他真正意义上把 rubato 这个词标注在谱面上，这种情况只出现在了他的14首曲子里。那难道我们只在他写的时候才做，不写的时候就不做吗？并不是的，更多的时候他的 rubato 会以别的方式标注出来，比如渐慢的时候他会标注 rallentando 或者 retenuto， 加快的时候他会使用 accelerando、stretto、stringendo 这类的术语，或者更直白的术语 più mosso 就是更快， meno mosso 就是更慢。上节课里我们讲到的 adagio 也可以表示渐慢，或是 callando、mancando、morendo 等等，这些术语不仅表示渐慢，也同时有渐弱的意思。简而言之，肖邦所处的时代是浪漫时期，那个时候在音乐中情感表达的需求增加的情况下，新
新的音乐术语也层出不穷。你也可以对比看看你自己的谱子，古典时期的谱子上音乐的术语是非常非常少的，而浪漫时期的作品，谱子上的文字术语越来越多了起来。作曲家们要表达一种更明确的演奏方式，更细节、更具体了。除了用 articulation， 也就是像断奏、连奏、非连奏等等这些符号以外，他们也会用到非常多的文字术语，而肖邦的音乐也正是如此。好，那么我们从第26小节开始看起。首先呢，我们有一个 pianissimo， 非常的轻，而且在这个小节里面，我们有一个唯一一次出现的 poco rubato，poco rubato 这样子的术语，我们来看看怎么处理。可以在这个地方稍微拉长一下，在这个装饰音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在这最上面的这3个音，肖邦写了指法，这个指法是什么呢？5 5 5，这个非常特别，因为从常理上来说，当我们要弹一个音阶一样上行或者下行的这样子的一种音型的话，我们优先考虑的肯定是会使用5 4 3，然后接下去到2。但是呢，肖邦写的指法是5 5 5，然后4。这个就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暗示呢？告诉我们，这3个音其实每一个音之间，它可以有一些些的停顿，而不是一口气，并不是，而是poco rubato。poco rubato 一个装饰音，再加上一个重复3次的同样一个手指的一个音型啊，就告诉我们整个这个小节它是一个趋向于渐慢的这样的一种 rubato。那么到了下个小节呢，保持这个 pianissimo 的音量，然后到了另外的一个装饰音，然后它配合上了一个术语叫做 dolcissimo， 意思就是非常非常的 dolce， 非常非常的 sweet， 很甜美。那么在